你被解雇了。当春田镇首富、核污染大王、老吸血鬼伯恩斯气急败坏地喊出这句话时，红墨挺直腰板，很有骨气地表示，失业只是让他改变生活、再创辉煌人生的一脚动力而已。他不过是在开车上班途中吃炸鸡块噎住了，导致油门踩死，方向盘打滑，一头将车开进了老板的办公室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追门而出时，红墨指着伯恩斯的鼻子骂道：“你就是个疯疯癫癫、满脸皱纹、个子不高的窝囊废。”然而骂老板一时爽，在家待业心发慌。红墨往沙发上一躺，等着好工作从天而降，一等就是几个月，把自己等成了马克思。马基像每一位贤惠的妻子那样，开始用辱骂激励老公，振作斗志。你看看你，失业丧志，酒馆买醉，你作为男人的骨气何在？尊严何在？马基从早上数落到晚上，红墨长叹道：“不是我不努力，镇上所有地方都投过简历，没人愿意要我啊，咋办？”马基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与其刷肥皂剧，不如多看新闻。”话音刚落，新闻主持人就说：“特斯拉公司要搬来春田镇，这家公司主要研发汽车自动驾驶技术，有12个试车员职位空缺。”红墨赶紧跑去投简历，面试官很欣赏红墨，认为他糟糕的行驶记录是加分项，路怒症更是完美契合职业需求。他们怎么也想不通红墨是如何开车碾压自己的，这样的试车员才能显示出自动驾驶技术的厉害。红墨和7位糟糕驾驶员一起通过初试，复试规则很简单，久坐几个小时又不干任何事儿。红墨大喜，这对他来说简直是送分题。他这人别的本事不敢说，就擅长坐。成为试车员后，红墨发现他的专座没有方向盘，也没有油门刹车离合，他只需要坐进去，说出目的地，剩下的就全交给自动驾驶。红墨这个司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朋友们都看呆了，说：“哇塞，那辆车开着红墨。”老司机失去了方向盘，顿时感觉双手闲得发慌。于是红墨开始在车上吃吃喝喝，研究锻炼刷抖音，养花带娃太阳浴，总之培养各种新爱好。每天下班，红墨都会感叹：谁能想到他只需要先做8个小时就能拿到高工资？想想以前在核电站累，总之再见了，你死我活得过去。马基来公司探班，才发现这里的福利待遇超级好，公司里也开设有免费的自助餐厅。红墨上了几天班才知道这事儿，那么多的美食点心，敞开供应，全部免费啊！这就是天堂啊！红墨幸福地扑上去从柜台，我吃。马基也说这是他见过最好的公司了，员工待遇能拉多满就拉多满。但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休息区的这些设备根本没人使用，有些连包装都没撕。这群码农时刻不停的工作，眼里只有逮捕和霸凌。马基觉得应该帮助码农享受人生。红墨大喊一声：“宅人们！”全体码农齐刷刷站起来，夫妻俩带动团队一起做游戏。主管惊喜地发现，适当的休息放松能提高码农们的创造力，于是马基也被高薪雇佣了。夫妻俩的工作就是帮助员工放松，红墨和马基都很高兴，这是他们从结婚以来第1次一起工作，新工作非常棒。公司的福利不是春田镇，在全国都是一流的，码农也很喜欢他们，团队氛围像个大家庭。红墨还带着孩子们来蹭福利，跟马基玩 VR， 享受虚拟贵族生活。核电站的老同事们一瞧红墨如此疯狂，纷纷跳槽。伯恩斯感觉到了竞争压力，决定卧底特斯拉，挖出这家新来的公司如此受欢迎的秘密。但他史密斯伪造了简历，顺利混进了特斯拉内部。当这位老吸血鬼发现特斯拉求职率高的秘诀在于提高员工福利待遇时，他望洋兴叹道：“我下辈子也做不到这种事儿。”他认输了，甘拜下风。过分美好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红墨和马基坐自动驾驶车回家时，聊起了一些家常话，结果自动驾驶系统读取了他们的对话，并检索到和商铺有关的关键词儿，偷偷改变了行驶路线。红墨提到三明治，系统就会自动导航到广告费给的最多的那家三明治店门前。夫妻俩赶紧去找主管，说咱们这自动驾驶有问题。主管笑了，说咱们不在系统里植入赞助广告，哪来的高利润？没有这么高的利润，哪来这么好的福利？赚钱嘛，不含糊。红墨认为这钱赚的有点缺德了，不仅浪费车主的油钱，还耽误大家的生活。主管的笑容越来越冷，直接翻出了保密协议，敢跟公司对着干，直接律师函警告，就问你们怕不怕？红墨冷哼一声，你们有律师，难道我就没有？他请老谋子冒充假律师，连鬼都骗不到。自动驾驶车不仅仅是植入赞助广告，还窃取用户个人信息卖给其他电商平台。辛普森家里有个亚马逊推出的语音助手，夫妻俩谈话时稍不留神，这破玩意儿就偷偷下单了。红墨整夜睡不着觉，按理说平时遇到这种事儿都是马基燃起这一支火，这事儿主要是发生在汽车身上。红墨又是老司机，老司机对汽车的感情是很复杂的，觉得原本纯洁的传统开车生活被资本奴役污染。马基劝他别纠结了，新工作这么赚钱这么轻松，还不够吗？红墨长叹一声，半夜出门去泡老谋子酒吧，结果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前老板伯恩斯。事业受挫让他心情郁闷，坐着特斯拉稀里糊涂来到了老谋子酒吧。老谋子暗暗窃喜，他也买了很多检索词，以后生意一定能蒸蒸日上。红墨和伯恩斯一商量，决定玩阴的。
商战玩的就是阴谋诡计，他们都是特斯拉的员工，趁夜偷偷溜进去，找到主服务器室，史密斯重新配置了深层神经网络，让汽车燃料部件失效，好了特斯拉公司一夜垮台。马基预判了红魔的企图，及时杀出，阻止他们。他舍不得和红魔一起拥有的这份美好工作，而且合同问题也可能让他们担上大麻烦。红魔主意已定，不听马基的劝告，他不想让这些破系统偷走他们的生活，让 AI 安排每天该去哪儿，该吃什么。马基见红魔不肯回头，只能帮他隐瞒到底，用玩机枪按下了按钮，以防留下指纹。顺天镇的交通立即瘫痪，知道自动驾驶乌托邦变成了不动乌托邦，人们纷纷跑步回家，发现住太久了，有点喘不上气。特斯拉公司被迫退出了顺天镇，伯恩斯又成了顺天镇神父。红魔的功劳，伯恩斯转头就忘，但红魔骂他的事儿却能记一辈子。人脑有时候比 AI 更现实功利。1年1度的万圣节来了，辛普森一家来到旅游胜地印斯茅斯镇，成百上千名目光诡异的小镇居民围观红魔参加吃生蚝比赛。丽莎觉得这地方太诡异了，让人瘆得慌。据说还是游客失踪率最高的景点。镇长忽然桀桀怪笑，把红魔抓起来，说比赛其实是谎，目的是抓外来游客，献祭给来自海洋深处的先生。红魔大惊失色，难道是海绵宝宝？镇长一口老血喷在他脸上，是克苏鲁了，混蛋！克总是个海里蹲死肥宅，看红魔如此肥头大耳，非常高兴。这一口肥美多汁的人肉是他的最爱呀，嘎嘣脆，鸡肉香，蛋白质是牛肉的7倍。小镇居民纷纷变成鱼人，红魔眼看着就要被吃，他灵机一动，大喊嘴下留人，我还有场美食比赛没参加呢。克总重信守诺，而且要亲自参加吃生蚝比赛，让红魔死得心服口服。鱼人们哈哈大笑，谁的饭量能比得过克苏鲁？看看邪神大日这大肚腩，几千个人都能塞进去。丽莎得意一笑道：“我老爸可是没吃早饭的。”克总心中不太妙，他今儿早饭吃的有点多。一顿胡吃海塞后，红魔靠逆天的饭量撑吐了克总。克总弄出的心服口服，承诺满足红魔一个愿望：长生不老，法力无边，点石成金。只要你肯说，克总无比满足。红魔揉了揉肚皮，表示自己还有点饿。他的愿望就是吃一顿水煮克总。那一晚，印斯茅斯镇的居民们喝得满嘴都是眼泪。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这里是草莓医院，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小兵，我们再见。